西方指责伊朗向俄军提供无人机，伊朗外长的回答很有内涵，太有意思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国际事务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很多外交说辞，让人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某些西方国家的外交辞令可以说表现得非常无耻，比如以色列说自己没有占领巴勒斯坦的领土，自己没有核武器。再比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提以色列侵犯叙利亚领土主权，却说以军控制戈兰高地非常重要。拜登一边对中国企业实施高科技禁运，一边说美国不想与中国发动新冷战。美国一边要求俄罗斯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乌克兰领土主权，一边却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红线。当然还有更无耻的，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鲍威尔拿着一瓶白色粉末就说伊拉克有化学武器。特朗普和蓬佩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新冠病毒来自中国，还扬言要向中国索赔几万亿美元。最近俄罗斯军队不断地使用产自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电力系统，正在摧毁乌方的战争潜力。而西方呢，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这种无人机实在是太便宜了，而且是由民用配件组装生产的，是打消耗战的神器。但是西方怎么也没想到，当乌克兰和美国指责伊朗对俄提供武器时，伊朗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但强调在俄乌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还多次强调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伊朗外长阿卜杜拉更是说了一句非常绝的话：如果伊朗无人机被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一事被证实，我们不会无动于衷。阿卜杜拉继续补充说，德黑兰和莫斯科之间的防务合作将继续下去。伊朗外长还在同欧盟代表通话时提出，成立一个由伊朗和乌克兰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以调查伊朗无人机是否被用于乌克兰境内。另外，因俄罗斯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10月26日就伊朗无人机问题召开会议。也就是说，俄罗斯方面称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于国内库存，并否认有关俄军使用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报道。很多网友会说，伊朗外长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如果俄罗斯不是从伊朗引进了无人机，为什么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又与伊朗的沙赫德136一模一样呢？其实伊朗此举就是要给西方吃苍蝇，你要能看明白就会偷着笑。首先，伊朗外长所说的无动于衷太有内涵了。无动于衷你可以理解为会停止出售，你也可以理解为会加大供应量。无动于衷等于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呢，你也可以理解为伊朗会仔细观察他们生产的无人机还有哪些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伊朗的朋友使用了伊朗生产的这些无人机，那么库存量就会减少，伊朗将会立即协调为其补货。其次，就算伊朗向俄罗斯出售了无人机，也可能不是以整机交付的方式，甚至呢，这些无人机有可能是战前就交付了。伊朗与俄罗斯军工的合作方式可以是提供图纸，甚至是部件。这些民用品的东西啊，哪里都能买到。俄罗斯自己组装也好，制造也罢，都是能够做到的。当然，也可能是伊朗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的部件，由俄罗斯的军工厂进行最后一道生产流程，将它们组装起来。这你不能说伊朗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了军用无人机。最后，伊朗此举也是在给美国和欧洲上眼药，增加在伊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而且呢，还能借机增加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敢于将伊朗无人机事件放在联合国讨论，
就是有恃无恐，等于换了个方式，增加了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更是说了一句扎心的话：以前西方说伊朗无人机是假的，现在又说它很危险，这不是矛盾吗？所以伊朗会继续否认向俄罗斯方面提供武器。总体来看，伊朗是不是向俄军提供了无人机，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只不过要想说明白就不那么简单了。你首先要拿出证据来，而真要证明伊朗是否真的向俄军提供了无人机，那可是非常困难的。这恐怕会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焦虑很长一段时间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